除了汽车以外，还有很多民生用品、农产品，大家很关心嘛啊。那农渔业受到什么冲击？王宏威说，6000项的产品零关税，牛内脏也要放宽哦。那对农民可能压力就蛮大喽。酪农最惨了，2度伤害哦。因为说可能美国的奶要进来了哦。那养猪业者说什么一关接一关，一下又病啊，一下又这个，一下那个哦，这个真的很惨哦。那另外呢，这个劳工只能硬吞喽。美国水果听说也可能零关税，台湾叫做水果王国，台湾水果真的很好啊。但是因为美国是大农，台湾是小农，台湾是精耕，美国在空中撒农药、空中撒种一大堆哦，整个就是农业机械的这个收成等等哈，所以就担心啊，是不是对我们的水果业也会造成蛮大的冲击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牛绞肉、牛内脏能不能进来？农业部说我们也不清楚啊，我们也没有参与相关谈判啊。农业部这么重的几十万农民哦，就是说农业部说我也不知道，谈判也不是我去谈判的哦，所以呢，现在液态乳就是奶啦，液态的不是固态的了哈、哦，牛绞肉、牛内脏、酪农哦等等哦，可能都是受到蛮严重的冲击的哈、哦，而且呢，马上就要签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全程保密到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萧万长那个时候，对不对？跟美国这个谈判啊，被农民丢鸡蛋啊，哎，这个对他谈判很有帮助哎。所以你看，国内农民这样反对我，立法院这样反对我，增加你去谈判的这个后面的力量嘛。那你现在都不知道，好像一副我都可以摆平，马上过农历年了，大家反而忘了这个事情了，只要马上发财啊，马上成功啊，马上这样，马上那样，其他都不注意了。所以呢，这相关的业者怎么办啊？哦，那吴思瑶，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说，3月会有专题报告，让你们各党问饱问满。哦，行政院会守住农民非常多的权益，那守住了什么？要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是守住，哪些没守住？我们看一下。前一晚再次率团赴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这趟目的力拼签署台美关税最终协定，但蓝营痛批民生深水区一路黑箱，台湾对美关税15%的代价是要向美方开放更大的农产品市场。我们准备要开放牛绞肉、牛内脏的进口，也已经要承诺把莱克多巴胺的标准比照现在的国际标准。台湾的来剂容许值0.04 ppm， 对比日韩0.09 ppm 更严格。既然未来要提高容许值，猪肉摊还要继续贴出来猪的贴纸吗？毕竟美方还把标示视为贸易障碍。不止进一步开放美牛和来剂，蓝营立委更爆料，美猪和31项农产品税率都会减半。现在我国可能会对15项的猪肉产品税率分3年调降至1半。对31项的农产品，例如像鸭肉、鹅肉、葡萄等降税1半。据了解，美方想要的不是减半这么简单。水果方面，像是苹果、樱桃，还有液态乳都想零关税，但至今政府都没说明农产品的最终税率，农民都忧心会带来不小冲击。至于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些品项，毕竟整个 ART 的签署还在进行，我相信一旦完成之后，行政团队会把所有的品项公开的向产业说明。农民们怕的是被政府蒙在鼓里，进而成为关税风暴下的牺牲品。赞。民进党真的是把国会跟人民当作塑胶哦。我们从4月份开始，去年的4月哦，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再的听到经贸办或者像是民进党这些不断的为党喉舌的这些像吴思瑶等人的民意代表，整天就在说，等到时间到了，就会适时的告诉大家。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时间到了？到明天要签了，那这些人才会被找去开会吗？我们非常讶异的看到说，这个车辆工会还有这些汽车业的代表是在2月10号的时候，经济部邀请他们来举办一个汽车产业的这个交流的座谈会。那也是在这个会上头呢，他们才比较具体的知道说，有可能这个关税呢要降到0。那对于他们整个产业的冲击，其实也没有很完整、很这个确实的做一个评估，只是
丢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呢，完全背离了他们过去的主张。他们过去针对服贸的时候说什么？事前就要审查，事中呢就要把这些内容送到国会来，让人民跟这个国会有充分的知情权。可是等到他们执政了之后呢，这些过去的承诺完全就不算话了，完全就进入了一个黑箱谈判的一个阶段。而且呢，面对现在明天或后天就已经要签约了，结果看得出来，他们不但是做得太慢，做得太少，而且呢非常非常消极，就好像一个卡巴的那个神经失调、已经神经麻痹的政府，等到要签约的最后一刻，你才跟产业代表来说，然后呢永远都是那一套，给你30亿补助，请问这个补助杯水车薪，能够真正补助到谁？然后告诉劳工说没关系啊，我们给你这个就业贷款，好，或者是说呢来延长失业劳工的补助，又或者是去做一些职涯的训练跟辅导，这些东西会不会做得太慢了一点？过去的1整年，请问一下，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你都一无所觉？你不知道这必然是最后会谈到的一个结果吗？那我觉得刚刚伟捷议员讲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选在现在才去跟人家做签约？就是民进党精心策划的一出剧嘛。他们就知道在农历年期间，大家呢其实已经疲惫了1整年，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想再看这些无聊的新闻，或者是让人家觉得很负面情绪的东西，所以呢之后就过了。然后民进党政府会再做一件什么事？就是丧事喜办，他们会告诉大家说，大家赶快来买特斯拉哦，降价了，好开心哦！你看那个新闻就开始做，你看这个车子10000元有找，100万元有找，有多好，对不对？台美关系更加的这个密切交流，台美关系又往前跨大了一大步。美猪美牛给你吃到好吃到饱，有一批便宜的牛肉你不吃吗？那就是这样丧事喜办，然后洗人民的脑，然后呢搞到最后只会用国库来大补贴，可是政府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最后一件事情最可怕，当他的这个补助或者是要给这个产业的补助要送到国会来审议的时候，要是在野党有任何的意见，他们就开始又造谣了，又在说在野党又在挡，在野党又不顾劳工了。那请问一下，过去的1整年，你们有在顾劳工吗？不就是把最后的这个责任交由人民跟在野党来承担吗？如果说执政有这么好做，那大家都可以执政，因为你只要甩锅就好了嘛。刘宇翔，执政当然不好做了，谈判更不好谈啦。但是在谈判的时候，当然作为政府去谈判，当然会有非常多的退让。但是作为在野党，我觉得大家也要换位思考。如果今天换成是蓝白执政的话，你今天去谈判，你必须要有所退让嘛。这个退让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去考量到这个退让里面，我们要换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我们副院长到美国这边，台美的谈判，现在就是15%不叠加，然后232的最惠国条款，我们都是谈到一个世界上包括日本、韩国都羡慕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日本才刚出炉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在这一次做了一个示范给全台湾看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所有的这个政治人物，现在的时代已经不适合只说 no 的政治人物，现在的时代是你必须要提出替代方案的政治人物。那现在当然我们要去批评政府非常的简单，甚至于还有这种阴谋论，讲说什么现在台美之间的谈判是因为要赶在过年前，让过年的时候没有讨论。美国政府哪有那么容易让你操控？那川普有可能今天跟你讲说，你配合我，他在农历过年前帮我宣布这个结果，这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已经操作过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韩国其实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韩国在过去他们本来跟美国已经有相关的一个谈判的结果，但是美国川普一不爽，立刻翻桌，就把韩国变成是本来站着谈，现在变成韩国要去跪着谈。那我们台湾好不容易谈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难道我们大家希望台湾的未来是要跪着谈吗？同时，包括这个相关的工会，为什么现在必须要去跟相关的工会进行座谈？就是为了防止未来在整个关税谈判完整以后受到冲击的产业提前去沟通。但是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看到，商总大家产业界是一片叫好，包括这个智恩委员所在的高雄，有非常多传统产业都松了一口气。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关税谈判，15%相关的这个条件一出来，大家松了一口气，真的就觉得我们台湾的产业可以更有国际竞争力。包括这个许书博也都出来讲，商总的理事长也都特别的提到
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批评了。刚刚宇翔议员说到谈判会有很多的退让，好啦，这句话我觉得我勉强可以认同，可以同意。但是呢，在我看来哦，民进党已经不是退让，民进党是什么都让，双手奉上。谈判可以保密，但是我觉得原则是不能黑箱，不能隐匿。谈判这件事情当然可以交由行政单位去主导嘛，但是很多重大市场里面，包含开放的项目啊，涉及民生的、涉及农业的、涉及这个产业的，这些应该要跟大众交代我们的谈判原则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在这一周，这个谈判的这个关税啊，即将要抵定，可是市场却对于开放的项目程度几乎一无所知啊。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因应，不是只有汽车产业而已，还有包含牛角肉，还有牛内脏等等的，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数字，这是实际上面会影响到台湾人民生的。我们的这个牛内脏吃的其实很多，牛肚就是啊，牛肚台湾人很爱吃。那牛角肉还有牛内脏这些，它会牵涉到什么呢？你里面混料的来源标示，还有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容许标准等等，以及消费者要如何去辨识嘛？那还有台湾牛要如何去因应？现在在关税。这一些细节都没有出来，台湾牛完全没有办法因应，消费者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还有，如果液态乳如果真的开放的话，那更是会冲击到我们中南部的一个酪农，因为台湾的酪农它是属于高成本，但是小规模经营。如果突然取消这个关税，让大型高效率的这一些美国乳品直接进入市场的话，那本土产业它会受到的冲击，真的是大家可想而知，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的配套到底有没有一个政策，有没有一个方案，有没有一个方向了呢？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啊！这一些产业，他们希望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他更不希望政府用美化的账面来跟你谈，他希望的是我之后我要如何去因应，我之后要如何让我的产业继续在台湾生存下去。所以说，这一次的台美谈判，我认为合作可以，但合作绝对不是完全的一个退让，更不是单方面的一个开放。这个执政党应该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台湾人，这一次我们跟美国的谈判，台湾可以拿到什么东西，我们换到什么，然后台湾准备好了吗？基本上了哈，我也相信了哈，不管哪一党了哈，哪个党执政。去谈总是希望能够替台湾尽量争取权益嘛，这我不怀疑，不可能说故意我就会谈得很烂，不会了，只是说现在就那几个人，郑丽君啊，什么经济部几个人去谈，那力量够吗？因为老美那个力量一跑到人家那边去谈啊，对不对？假如说国内包括立委啦，包括业界啦，能够给这些谈判代表一些助力，就是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谈判。那现在就这几个人去谈的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哦，这个。结果怎么样？明后天大概就知道了。那业者有什么损失也来不及了，通通不知道了。所以这样的真的符合台湾的利益吗？真的符合这些产业界的利益吗？真的符合劳工的利益吗？其实我是很怀疑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今天特别讲开记者会，早上10点特别军购，如果延宕的话呢，台湾恐怕跌出美国优先名单，不给你了不买就不给你了我认为不会了你越不买，他越要叫你买他不会说就算了那赖清德说，和平不应该有幻想，不要再挡军购了而且呢，中国虽然阻挡，美国还是没有改变，因为中国有警告说台湾是内政问题是我们的领土你要卖武器要小心那林佩祥是说呢，我们是支持军购的，但是也不表示要闭眼刷卡，就还是要审查嘛，不能说就闭个眼就什么都给你过跟空白支票一样那民进党团现在点头了，民众党团点头说呢要复委，而且要把它列为最优先法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呢，因为蓝白说因为政府不帮军人加薪嘛。所以呢，卡军购嘛，当时说，因为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了，你要帮军人加薪3万，那说他们已经加了1万5，至少要加1万5每个人加1万5，20万职业军人1个月大概30亿，1年大概300多亿，
为什么不给呢？这难道不算是国防预算吗？赖清德说，你们是错误连结，我们已经加薪14%了，有23项加级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大家在看加薪，我就看这有加薪14%吗？说10年来加4次40%，10年物价涨了多少呢？你自己想想看。而且你所谓加14%跟原来的基础比，到底多还是少嘛？假如原来一个月10万，14%14000，原来假如只有2万、3万，14%也没多少钱了。就你不是只拿个14%，统计会骗人，就这样。你要看到底原来多少，我增加实际上是多少啊？给军人多加一点薪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将来军人消费高了，也会增加国内这个经济的这个流动嘛，哈。那另外呢，顾立雄说，你们叫做齐头式调薪，没有办法反映专业特性，都加15000，这算什么呢？对不对？有人要多加，有人少加，那到底什么叫多加少？你也提个案子出来啊？你也没看到你提案呢、你可以提啊，说哎不行，战斗我要加多一点啊，这个后勤我要加少一点，提一个东西出来嘛啊。那另外呢，赖清德突然提出说，议员出身的立委。意思说不了解中央地方运作不同，你们把你们议员那一套拿到立委来哦，所以这一讲以后，因为不少立法人是议员出身，台南市政府拿来总统，所以就很气了。王宏威就很气啊，王宏威就是台北市议员出身了。王宏威说啊，你当时市长还被弹劾呢，你不是还当选总统了吗？议员是怎样？议员选上立委怎样？哦，那民众党是说呢，不要假借强化国防捞油水，因为国防多少罪恶加如之名而行之，我要这样讲。因为国防没有人敢反对啊，国家安全很重要啊，国家防御很重要。那军购里面有多少黑洞啊？那采买之间有多少问题啊？对不对？哦，这些就不要借这个名义发国难财了，意思就这样子了哈。那民众党的新的这个总召立委党团，他说而且太傲慢了，对不对？你也不懂长毛象啊，为什么一直讲说立委议员不是同层次呢？我看一下，要过年了。新的会期即将开始，朝野不分党派都能够将国防特别预算、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议当作是最优先的法案。总统赖清德语气严肃，因为1.25兆元的国防预算已10度被在野党挡下，3个月前就在同个地点提出预算，替志愿役官兵一律每个月加薪3万元有关，并批判政府不照顾军人。我要严正声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连结。特别秀出简报打脸说法，强调已加薪14%，23项的加给。另外，美方如此关切预算，总统与 AIT 处长古立言会晤后再示警。预算迟未通过，除了可能让台湾跌出优先名单，延宕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更会让国际社会质疑台湾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这也是总统首次协同3军司令一同说明同个步调。美国也会认为我们对于我们自我防卫能力的建构没有获得我们台湾民众的一个支持。字字句句都提到美方，但对蓝白提出的版本，一定要有行政院的版本，才能够符合宪法的要求，跟地方议会是不一样的。来，志涵，民众党现在到底怎样？好，其实我觉得我们早上讲得很清楚，但是可能在这个媒体在下标的时候呢，也用的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简单来说，国民党现在也说有他们的版本了，对。那民众党也有民众党的版本，所以院已经提出来了嘛？对，我们已经一读了嘛，我们是在这个1月30号的时候已经一读了，所以到时候国民党的会进来，那行政院的也进来，大家一起来开放讨论。并案审查，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那至于我们今天的青龙总召，他说是最优先的，当然要优先，因为国家安全跟国防的安全是不能够有假期的，所以这个东西本来也就是我们会优先审查的。那更何况呢？美国政府这边已经把这个发假书发出来了，3月15号之前要做一个回复，所以这一定是接下来在这个院会在开会之后，大家要优先来进行审查的内容。那不管是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我们各自提出一个好的版本，大家来开放讨论，不好吗？其实今天早上呢，这个赖清德总统他讲了一句话。
我非常的讶异，因为他说呢，这个特别预算本来就是逐年审查。他说他看到在野党的版本，那当然现在只有我们的版本是在野党的嘛，所以我们就有提出来说，你第一年进来之后，那我们还要再看你今年到货的状况，然后再去确认审查下一批的这个预算怎么样的拨付的情形。结果赖清德总统说，每一年都是这样啊，每一个特别预算呢都是逐年来审查。我想知恩委员一定感到非常的困惑，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特别预算是逐年来审查？明明就是这个特别条例通过了之后，后面那个8800亿大家还记得吗？就像火车一样不等人，直接就冲过去了，所以没有什么逐年审查这件事。不过我们乐观其成，既然赖清德总统他认同了民众党的版本，认为这样子是有道理的，认为这样子不是空白授权，是应该要经过民主的审议之后才来拨款拨付的，那很好，把我们这一条加进去，大家并案来审查，提出一个最好的版本。但是我这边真的要奉劝赖清德总统，千万不要再曲解宪法了。每一次曲解宪法，每一次听到赖总统说宪法，我就感到非常的害怕，就跟他在讲长毛象一样哦。他今天早上竟然说呢，这个审查的时候一定要有行政院的版本，不然呢这是不符合宪政体制的，因为各个版本一定要进来，而且一定要有行政院的版本。请赖清德总统去看一下宪法第62跟63条，立法委员是有独立的提案权的，而且提案就是立法委员的权利。什么时候宪法有规定？到底哪一条宪法有规定说一定要有立法院的这个行政院的版本才能审查？那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到底谁在挡国防？请民进党政府不要再挡国防了，这个是民众党的版本里头详列的细目，我们一共列了5项，那其中有一项扩充条款是第6项，当中的第1、第2，也就是这个 M1洞9A7的自走炮，还有呢这个海马式，以及第4个这个标枪反装甲飞弹，这些都已经被列在我们的特别预算的这个特别条例当中。那这也是现在美国的发价书已经有详列的这个内容，所以只要通过民众党的版本，这些钱都够。4000亿，我们编4000亿都够。可是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坚持要1.25兆的空白授权？民进党政府自己要讲清楚。不，基本上赖清德说一定要行政院的法案才可以审查，不是的，只是说像比如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提了好几个法案，包括两岸关系、两岸人民条例啦、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等，是我提出来以后。逼行政院他赶快把他的版本送来，因为他怕说到时候他的意见不在里面，所以他会把他版本送。但是如果他不送来，我们照样审查，跟行政院送不送版本来是无关的。这点赖清德不懂，你做了那么多年立委，你难道搞不清楚吗？立委提案本来就可以单独审查，只是行政院怕他有意见，所以你赶快把案子送来。经常立委提案也是逼行政院赶快送来，你不送，对不起，我们就审查了。所以不是说一定要跟行政院并案审查，没有这个事情。来自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也很希望有行政院版本，像我们的学生基本法就是这样子，苦等了好几年，终于我们就是强力审查之后，行政院送版本。还有现在 AI 基本法，还有我们营养午餐法，已经审了多久了？苦等不到，我们即使是审完了，还是没有行政院的版本。所以说呢，为什么一定要行政院版本？我也不晓得赖总统在说什么，更不要说民代在场有多少，这未来几位都是要可能成为立委的。对不起啊，赖总统认为你们从议员变成立委，可能在这个职权上面可能都不太清楚，要搞清楚这个部分啊。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他永远就会从内在里面讲出一些让大家可以做文章的，已经太多的，像说我们的一本书比一位老师更重要，他真的是可以不要把这些话里面让大家会有歪楼，因为让大家有歪楼的空间。我还是要提到民众党有他们自己的版本，国民党也有自己的版本，特别条例可以是一个法律案，你就是把它明定到底是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的到货的时间，你应该不是说你几年几月几日，但是你起码要给一个期限，你如果没有到货的话，后续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而且你所谓的一个优先圈，是否在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保证？这个优先圈可能是美国先内部开始，然后呢才是五眼联盟，不然就是他们有这个外军驻扎的一个基地。那台湾在这个时候到底是摆在什么地方？既然我们要跟你这么长期的一个合作上武器的供应，那这一些我们台湾的可以获得的保证会是什么？如果这个部分可以稍微把它做弹性的一个调
条列，那这个部分大家就好说嘛。我们大家所在乎的就是永远给你这些，没有人敢挡。所以你说4000多，就是说9000多就9000多，但是你突然间冒出一个国外的媒体高一个1.25兆，我们也不敢讲说没有，我们只是开出条件。那现在民众党有条件，我们有条件，大家就坐下来。但是如果到时候大家条件认为说你没有办法给我们明确的方法，而我们因此有所的动作的时候，不要再来给我们贴标签，说那个叫在他们阿公这会啦，这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大家先各让一步，好好的审，但是审的部分绝对是严格的监督了。任何买东西哦，都会有一个交货日期。对，你买个车不要问什么时候交货吗？你做一个公共工程不要问什么时候完工吗？对，所以当你有这个要求，这个很正常啊。哪有说我付了钱，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货呢？而且当有这个条件以后，对美国的厂商也是一个压力嘛。他会觉得哦，对，的确要这个至少不能拖太久吧，交货吧，而且可能会有罚款哦。就算没有罚款，人家可能将来这预算就不给了。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假如你都无所谓，他也无所谓啊，对不对？哦，乌克兰现在情况比较紧张，所以呢 F-16先给乌克兰，台湾就慢慢等。本来 F-16V 去年年底要交货66架，通通要交，现在1架也没交，对，那可以这样吗？你一方面跟我们说台湾很重要，台海很紧张，那一方面武器又不交，钱又付了，但这有这种买方跟卖方吗？我真的搞不清楚。不过这国民党的版本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有版本了，其实以前就有一些准备，所以年后之后马上一开议就会出来，跟着民众党对。那就是商案审查嘛，我觉得很正常啊。对啊，行政院的版本等于民进党版本，民众党、国民党都有版本，那大家来审查嘛。需要再回来。